欢迎来到人生有道，岁月如歌，道在其中，一起感悟人生。时间从未停止过它前行的脚步，它是世间最公正的裁判，记录着人类的一生，也见证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衰老。不论你是否富裕，晚年的生活都可能是一次艰难的考验。然而，真正让人有底气的，并非子女对你的孝顺程度，而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的4张底牌。这些底牌将决定你能否安然度过晚年，也将成为你真正的安全感所在。1. 健康的身体是最大的财富。俗话说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没有健康，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想想看，如果年老体弱，每天都被病痛缠身，甚至连基本的生活自理都成问题，哪怕积累了再多的财富，也难以享受生活的乐趣。相比之下，拥有健康的身体则完全不同。70、80岁仍然行动自如，饮食正常，睡眠质量良好，这样的老年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有健康的身体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，比如外出旅游、参加兴趣活动，而无需依赖他人。我认识的一位邻居老爷爷，今年已经93岁了。他不仅精神矍铄，生活完全自理，还能和人进行顺畅的交流。他的健康状态让全家人都非常省心，他自己也活得有尊严和轻松。这样的身体状况，不仅是老年生活的保证，更是子女最大的福气。2. 稳定而舒适的住所是心灵的港湾。人老了，房子不仅是遮风挡雨的地方，更是心灵的港湾。有自己的住所，意味着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，也是一种安全感的体现。房子不需要很大，但一定要舒适，能够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。许多老人为了支持子女，选择卖掉自己的房子，搬去与子女同住。虽然初衷是好的，但这种做法往往会带来问题。子女和老人的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不同，难免会发生摩擦。而且，女婿或儿媳可能对老人住在家中感到不便，时间一长，矛盾就会浮现。更有甚者，当老人因为某些原因被子女赶出家门时，如果没有自己的住所，那种无助和悲惨的处境是难以想象的。因此，无论如何，老人都应该保留自己的住所。在自己的家里，生活可以自由自在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没有人干涉。比如，一位朋友的父母住在一个小而温馨的公寓里，虽然面积不大，但布置得非常舒适。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安排生活，不用担心打扰子女，也不怕被子女冷落。3. 足够的养老储备让生活充满底气。老年生活的质量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状况。年轻时可能没有意识到，但到了老年才会发现，钱的重要性体现在方方面面。从1日3餐到看病问药，从人情往来到日常开销，哪一样都离不开钱。如果一个人在年轻时没有存款，没有退休金，
那么晚年的生活可能会非常艰难，连基本的生活开销都无法保障，更别提享受高质量的生活了。反之，如果手里有足够的养老储蓄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生病了可以及时就医，不用担心费用问题，想吃什么买什么，也不用因为价格而纠结，甚至可以雇请保姆来帮助做家务，减轻自己的负担。一位老年人朋友，年轻时对理财非常重视，他不仅按时缴纳养老金，还投资了一些低风险的理财产品。如今，他的退休金和投资收益足以应付日常开销，还能每年出国旅行一次。他常说，晚年生活有了经济保障，腰杆都挺得更直。相反，丁奶奶的晚年生活却十分凄凉。她生有9个儿女，一辈子要强，还曾是当地的村干部。她最引以为豪的就是自己有9个儿女，总爱说：“我老了怕什么？虽然没什么养老金，但我有9个儿女呢，谁敢不管我？”然而，在她70多岁时，不幸因意外摔倒，导致骨折瘫痪。此后，他每年轮流住在4个儿子家中。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因农村拆迁，4个儿子的房子都面临拆迁，所有家庭只能暂时租房居住，等待新房建成。然而，丁奶奶的儿女们却表示，因为她年纪已过80，房东们都不愿意将房子租给高龄老人，担心发生意外。无奈之下，子女们把丁奶奶安置在一户人家的车库里。那个车库既没有暖气，也没有空调，生活条件极为恶劣。不久之后，丁奶奶便在这样的环境中去世了。试想，如果丁奶奶晚年有足够的钱和房子，她还会被安排住在别人的车库吗？即使不能住进自己的家，起码也能去条件优越的养老院吧。然而，9个儿女又能起什么作用呢？到了老年，谁会为了弱势的老人得罪自己的兄弟姐妹？即使有子女觉得住车库不妥，想出钱给母亲住养老院，自己的配偶也不同意。配偶会说：“为什么就你出钱，便宜其他兄弟姐妹？”丁奶奶或许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的一生最终会以如此缺乏尊严的方式落幕，结局竟如此凄凉。因此，在年轻时就为晚年做好规划，积累足够的储备，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双重负责。金钱无法替代亲情，但它确实能让老年人活得更有底气。4. 健康的老伴是最温暖的陪伴。俗话说：“少年夫妻老来伴。”老伴是陪伴自己一生的人，到了晚年，这种陪伴显得尤为重要。即使子女再孝顺，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，不可能时时陪伴在父母身边。而老伴则不同，退休后可以一直陪伴在身边，与自己相依为命。一个健康的老伴，不仅是生活中的帮手，更是精神上的支柱。2个人可以一起散步、看电影、旅行，甚至只是一起在家中聊天，都能让生活充满乐趣。如果一方生病，另一方还可以给予细心的照料，避免了孤单无助的感觉。
一位老夫妇朋友，结婚已经超过50年。他们每天早晨一起散步，晚上一起看电视剧。去年冬天，妻子因感冒卧床，丈夫每天精心为她熬汤煮饭，悉心照顾。他们的感情不仅让人感动，也让子女们对父母的晚年生活放心。拥有健康的老伴是晚年生活的一大幸事。然而，这种幸福的前提是两人都保持健康，并且彼此包容和关心。因此，在婚姻生活中，应该注重维系感情，互相扶持，让这种关系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人到晚年，真正能让人有底气的，不是子女多孝顺，而是拥有健康的身体、稳定而舒适的住所、足够的养老钱和健康的老伴。这4张底牌是晚年幸福生活的基石。虽然子女的关心和孝顺是老年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，但我们不能将幸福完全寄托在他人身上。每个人都应该提早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做好规划，努力保持健康，积累财富，维护良好的家庭关系。正如一句古话所说：“未雨绸缪，方能从容。”只有在年轻时为晚年积累足够的底气，才能在老年阶段活得有尊严、有幸福感，真正做到无惧岁月的风雨。